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视频号，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大家进行连麦互动。好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们，请开门，欢迎大家。欢迎你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小雨28岁，来自内蒙古；课程顾问小赵25岁，来自北京。自由职业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们俩走到一起顺利吗？不顺利，他跟他在一起7年的初恋一直断得不干净，他就是在脚踏两只船，他一堆的借口。他追了我3个月，然后我放弃了上一段谈婚论嫁的感情，但是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，我不是脚踩两只船，我女朋友也不是介入者，我上一段感情本来就要分手了。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他特别任性，特别作，总欺负我，而且他很双标，爱给别的男人提供情绪价值。他特别的不爷们儿，从来不哄我，不能无条件的偏爱我。哎呀，这事儿有点大呀！这还有一个什么7年的谈婚论嫁的前任呢？我之前有一个初恋，我们谈了7年。这7年里面吧，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像婚车呀、婚房呀都已经买了。但是我买完房子之后，我初恋的父母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。我初恋的母亲说：“这是给人住的地方吗？这不就是一个鸽子窝吗？”甚至他对我的初恋说：“你就这样愿意跟一个穷鬼过一辈子吗？”后面他爸爸让我这样吧，小雨，你来我们家入赘吧。我说：“你家是有皇位吗？你家是有龙椅吗？你家龙椅要传吗？你让我入赘？”你就这么说的？要含蓄一点点，但我内心戏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你可以这么想，不能这么说呀。对的。后面我的初恋他帮亲不帮理，他一点都不帮我，逼着我向他的父母道歉。于是我就跟他单方面提了分手。那是分了还是没分？拉拉扯扯吧，到最后还是分了。但在拉拉扯扯这个期间，我遇到了他，他追我追了3个月。这3个月里面，对我真的很好，给我点外卖，然后给我点奶茶，对我嘘寒问暖，让我在他这边填补了我内心的一个空缺。他根本就没有断干净啊！就是我追他那会儿，他跟我说的是分了，其实他没分。你为啥说他没分呀？我们2个处一段时间，他前任来找过我，跟我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，然后还当众指责我是小三儿，凭什么？但是，他不能因为就这么一点点的压力，然后要跟我分手。我那边前任我处了7年，他已经有点伤我心，但是我对他之前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的，是因为他的存在，他的出现填补了我内心那部分空白，让我想跟他在一起。那会儿刚处2个月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，那我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两边都不老好，我里外不是人啊。那这是你的压力，凭什么要在我身上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我的初恋找完他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回怼我。后边我们谈了一晚上，想到了一个方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咱们这段恋情呢，你觉得压力大，那咱们就从地上转到地下恋情。谁说的？他提的。我们现在在外人面前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，但是我们私底下又是在谈恋爱，男女朋友关系。这什么意思啊，姑娘？你怎么这方案是怎么个逻辑？听不懂。那我跟他说分，他不同意啊。这分手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吗？他不同意，你走就完了呗。因为那时候你分手的理由是他和前任还没有断干净。对呀，就是每次啊，他前任找了他都会去。其实这件事儿它是有原因的。我不是那种所谓的渣男，我没有在脚踏两条船。你就是脚踏两只船啊。那不是，那真的是有原因。我跟你解释很多遍了。我前女友来找我，是因为我买的房，我付了30万的首付，登记在了她的名下。我跟她分手了，我自然而然的我要把这个房子要回来。但是她陪了我7年，这7年的青春，她不想把房子还给我。于是我们就一直不停的出来协商。她经常去约我吃饭，然后喝酒，拉着我说，就还有点那种想挽留我的感觉。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可是房子在他那儿，我又不得不去。吃什么饭吃到3、4点钟，凌晨3、4点钟。那一次的话，我们是商讨出方案，并且我给你做过，像给你打微信的视频，
然后给你录小视频，我们在哪里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一清二楚的跟你说了。那到3、4点找到解决方案了吗？找到解决方案了。这30万呢，按1个月4000块钱，然后补贴给我，直到这30万还完。因为这30万吧，对于我俩来说是挺大的一笔钱。他是做网络主播的，收入不是很稳定。然后我这边呢，刚刚被降薪25%，这笔钱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笔数目，不然我们在北京北漂，有点举步维艰的。哎，这里有个问题啊，当时这个再小的房子是你买的？是的。怎么会在女朋友的名下呢？我当时为了表达我对她的爱意，因为她父母一开始就有点看不上我，我寻思我给你买房写在你的名下，证明他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想过了我岳父岳母这一关。哎，那现在分干净了吗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聊天，只有转账记录。这得转多少年呢？慢慢转吧。我觉得他就是在脚踏两只船。那如果他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办法有很多，他可以让他的爸妈去找女方商量，也可以找女方的父母去商量这个事儿。他没有做，他并没有做。我不能去找父母商量。为什么不能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父母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？对吧？那你是怎么想就提出一个叫什么？荒唐，很荒唐，很匪夷所思的事情。他抱着那只猫对我说：“你现在赶紧跪下给他磕一个，给他赔礼道歉。”你说太夸张了好吗？我只让你给我的猫道过歉。我说，既然你的猫给我的猫抓伤了，你不应该给我的猫道过歉吗？我当时想的是，这件事情咱们既然发生了，咱们直接把猫带去宠物医院，先救治猫咪，对不对？咱俩不要揪着那去了没道歉这个事儿，肯定要去的。因为在这件事上，就是日常生活，我是偏理性的一个人，他是有一点点感性的。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他的感性往往要占据上风，在跟我的理性去争抢。那还说什么甜蜜呢？这么一个小事儿都解决不了，还有什么矛盾？我有一次生了大病，我的嗓子哑了。他是一个比较喜欢我的声音，但是我是做销售的嘛，工作性质就是在公司给客户们打电话，去推销我们的产品。结果他就让我去养嗓子，闹到我们公司。说你现在赶紧跟我走，你别上班了，咱们回家养嗓子去。甚至已经闹到我老板的办公室了，当我老板面说让他休假休1个星期，老板当然不给这种假呀。老板说你能休的话给你按旷工算，旷工发3倍。我当时就很不理解，我出来上班是挣钱来了，我不能是赔钱对吧？那当然，你嗓子坏是不是应该回家休息？哎呀，啥人都有哈。行，你是做什么？我是做主播的。他的工作吧，主要是有榜一大哥，然后另外就是女孩子嘛都有点小凶心。有一次我正在工作的时候，他跟别的女主播 PK， 突然给我来一电话，告诉我让我去给他刷礼物，他要赢了这场 PK 赛。对，那场 PK 赛对我很重要，我必须要打赢他。就是凶心罢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哪怕给你刷了1万块钱的礼物，平台抽50%，工会抽5%，你带回家能带回来5000吗？挣钱现在真的不容易，你不能说咱们拿这个钱打水漂去满足你那点凶心，咱没必要啊。那但是你要是跟我刷了，我还会去找榜一大哥聊天吗？榜一大哥，就这个榜一大哥让我真的很生气。是我无意中看到他的手机和这个榜一大哥聊天记录，榜一大哥说我想你了。哎呀，然后他说我也想你了。哎呀，然后榜一大哥又问我在东北呢，老妹儿什么时候来？他说改天我过去，大哥，改天我去找你玩。结果老师第2天他人不见了，他直接就失联了，去了。没有，我没去东北。我给他打微信不接，打电话不接。去哪儿了？我跟他生气了呀。我闺蜜跑货拉拉，有的时候会跑着玩。然后我说你找一个远一点的城市，我们2个怎么因为什么吵架了？我闺蜜说是挺生气的。我闺蜜是向着我的，然后我们俩就去了浙江。因为什么吵架？就是不给他刷钱嘛，就是就因为这事帮他 PK 嘛，然后你就消失了。对，然后中间加上有一个大哥邀请你。哎呦我的天！我每次跟我的前任出去吃饭，我都会详细的给他报备，但是他从来没跟我说我失联半个月。你为啥要跟前任每次出去吃饭？你这头都不对呀！协商房子的这个事儿，协商就协商吃什么的饭，是吧，姑娘？是啊，他每次吃饭有的时候。早的时候12点左右，晚的时候3、4点了，4、5点了。他有没有前男友？有。他跟前男友吃饭没有？没有。吃过，那不对了吗？没有。哎，那你带我去你前男友的婚礼吃席，那是不是跟你前男友吃饭？哎呀妈呀，那我不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下吗？他
么可能？他现在是我朋友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前任这种东西，他就应该死在坟墓里，他就应该消失在你的世界。那是你的想法，你们之间，他也不是这想法，他的前任还一起共进晚餐呢。对呀，他那个前男友有一次喝多了给他打电话，但是他这个前男友已经结婚了，让他媳妇儿发现了，发现了之后，把他的这个前男友打了一顿，撵出了家。前男友的神操作来了，他去他家。她居然让她前男友在她家住了3天，自己去闺蜜家。那我不是仗义吗？我不是可怜他吗？你再那么仗义，他嘴角被他媳妇打流血了，然后脸上全是抓痕。你心疼？不是心疼，我是可怜他。啊，从那就是他这顿打就是他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就是他之前给我刷过东西，然后被他媳妇发现了，好多问题。刷过也是在直播间里的，给你打赏。对，给他刷点礼物。你俩刷礼物了。7年的谈婚论嫁的前女友，一个9年的到现在都念念不忘的前男友，别人的老公，听起来好像都不算太清爽啊。你们俩50步笑100步。但是我的前任我带他见过，他的前任没有带我见过，没有正面的见过。行吧。其实老师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啥意思？您看，她前男友挨揍了，她去给她前男友买药，给她前男友上药。那我前段时间嗓子生大病，嗓子哑了，她为什么不愿意给我熬点梨汤，或者是给我熬碗白粥，或者给我送点药也可以呀？反而是去闹一顿。我现在就觉得她对她前男友比对我这个现男友还要好。那朋友跟对象那明明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你俩这个女孩追了男孩3个月，真正在一起2个月是吧？在一起1年半。1年半。哦，1年半了。怎么听起来像昨天发生的事儿啊？吵成这样，这1年半还没有把你们之前前男友、前女友都消耗了吗？没消耗干净吗？还没有。真的很。其实老师这件事儿吧，属于是我俩心里的一根刺儿，但是我们这1年半里，他都会翻旧账，然后回再翻过来，翻过去，翻过来，翻过去。我这1年半在他这边受的委屈啊，比跟我那7年的前任受的委屈还要多。可是他追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为了他放弃我那个7年的女朋友。那你还说你不是脚踩2只船？你让人家背这么大个责任，你是为了我放弃他的，那他不就是破坏者吗？你认为你当时道德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呀！我当时和我这个前女友是我单方面提了分手，但是我这个前女友不愿意分，是这个意思。女生是想分手了是吧？我觉得他有点大男子主义，我觉得他有点做作，然后把什么事情都夸大化。男生，你觉得眼前如果不分手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下去？你提个方案。我希望他是能跟他的前男友断干净，然后我这边呢和我的前女友只有这种金钱之间的转账记录，然后我们不会有任何情感交流。你说的都跟没说一样，人家本来就不满意，你想和你分手，你还要对他提要求啊？我回忆了之前这些，甜蜜是很甜蜜，委屈也是真委屈，我不想再这么委屈下去了。你再说一句实话，我直到站在台上，你对前女友愧疚吗？愧疚，是愧疚。后悔吗？犹豫就是后悔。后悔吗？有点后悔，有点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俩稍微冷静冷静啊。我们局外人看到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也探讨一下，好吗？来，小情侣，我觉得他俩这种情况，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我也会分手。我是接受不了我自己的男朋友心里还有一个女生的。我也接受不了男生这样。所以你俩都是站女生的哈。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。你想，你们2只猫都走不到一起，你们能走到一起吗？我看到的，你们是一种病态式的爱情。现在很明晰，2个人不约而同，内心都开启了后悔模式。很明显，都知道进一步是错误，退一步是不舍，所以男生也是在不舍当中在挣扎，在犹豫。我刚才仔细听了，你和你的前女友确实并不是我们理解当中的那种脚踩2只船，但是这个女生的出现是你和前女友彻底分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对前男友虽然是因为你和自己的妻子大打出手受伤了，您竟然可以收留到你家里来疗伤，给他买药，你认为你的前男友还回得了妻子
身边吗？你认为他的内心不会荡漾起你们曾经的9年吗？你们2个人认为爱情是游戏吗？爱情是可以率性的吗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吗？你们的行为举止确实侮辱了爱情，伤害了爱情。所以我认为你们2个人要在这一个方面自己去反思。好像在你们的讲述当中都是有一个假想敌，前女友、前男友，但其实那根本都不是假想出来的，那就是真真正正摆在面前，你始终无法攻克的一个。你们出现在对方生命里的时候都是填空，而不是真的爱得了不得，真的没有那么爱。你们在一起1年半的时间里，没有去规划生活，没有去规划未来，听到的都是对过去的那段时光啊不断的介入，不断的内耗。能做出一个对自己此刻而言认为更理性的决定，我觉得是2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的一刻。因为毕竟走进这段爱情的时候，好像就没有那么理智。我觉得你们都应该为这段感情其实要买单的。其实1年半的时间，彼此都蹉跎了自己的岁月。咱先别怨别人，那所有的不愉快的感受是在自己身上的。为了以后的生活，我们少经历一些情感上的不愉快，你们应该有一些经验教训。女生首先不要因为某一个特征就上头。年轻姑娘容易犯这个错啊！我被他的眼神迷上了，我被他的声音迷住了。恋爱不是挑玩具，我喜欢我把它买回来，我喜欢我就想尽办法把它获得了。恋爱是2个人的结合，只靠一个你喜欢的优点没有办法支撑，所以你要在这个方面你要提高自己的认知，再去衡量一个男生要不要和他谈恋爱的时候，要综合的去考察我们的性格是否合适，我们的观念是否匹配，我们是否彼此真的真爱对方，而不是填补情感空缺。你要记住这一点，你才有可能获得一份两情相悦、彼此在意的爱情。男生你就更是一塌糊涂。你虽然说好像我特别要面子，受不了别人说我这些不好，什么长辈说我穷等等，我们的面子和尊严是靠自己付出情感、付出时间、付出努力才能得来的。老人说的话再不中听，你也不应该去发生那样大的冲突。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，你还想把人娶进门来啊？这是一错。二，既然已经为那段情感买单了，咱失去了7年的感情，你对下一段感情也不负责任。没有一份感情能够填补了另外一份感情给你带来的空缺或者不愉快，只能是我们收拾好心情，拿着一个完整的自己再去遇到一个完整的人。我因为上一段受到的难过、悲伤、愤怒，我缺了一个口，我拿这个缺口和别人去迎合吗？你这个缺口慢慢长上的时候，别人就成了多余，成了刺儿了，他扎你了，变成以前是填满了你的空洞，现在你成长了，你愈合了，填满空洞的那个曾经像保温桶一样，现在却变成了如鲠在喉。你也耽误了这姑娘1年半呀，你还耽误了上一个姑娘7年，你耽误了自己大半个青春。所以长长心吧，好吧，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希望你们重拾心情，回到生活的轨道当中，好好做自己，再好好去恋爱。首先想说的一个点啊，就是不要去对比，无论你是跟他的前女友对比，还是你去跟他的前男友做对比，一定不要去做对比，因为不管对比的结果是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，从对比的那一刻，你就在承受伤害，也在伤害着对方，而且越对比就像一个魔咒一样，在你们2个之间，你伤害我一下，哎，我又刺你一刀，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。如果是这个状态，你们继续相处下去，还会是这样。别说1年半，再过1年半，还会回过头来想到这些事儿。哎，什么你带我去参加你前男友的婚礼啊，你收留你前男友，还有什么你还去跟你的前女友吃饭，不然1年半之后还是会回到这些话题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就算是不属于2+1的情况，也属于是无缝衔接了。其实无缝衔接的感情确实很不容易收获到很好的结果，哪怕一开始很甜蜜，填补了内心的那份温暖也好，空虚也好，真的就是当一段感情啊，如果2个人之间的
理解很少的时候，抱怨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就该停下了。无论是分开还是暂时给彼此，比如说半个月的时间，先冷静冷静。总之，希望你们都能各自收获自己的幸福。如果冷静之后还是选择彼此，那也是好的结果。女生的心理很简单，你当初是不知道她的情况的，当知道之后，你没有果断的转身离开，反而是计较了沉没成本，计较了她的，你当时看上她那一点所谓的声音好听，你就退而求其次，你委屈自己了，你心里是有不甘的，你的不甘反映在说，完全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然后哪儿变了？就是当时他会哄我呀，然后也会说话呀，也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呀。但是他现在我们俩跟陌生人一样，就感觉跟我自己男朋友不太熟。不是你俩在网恋是通过文字来聊吗？我俩是打游戏认识的，然后就是经常视频聊聊天，就算是恋爱了。对，后来奔现了。对，他当时确实很吸引我，我觉得他很好啊，但他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呀，怎么像陌生人一样啊？男生可能当时恋爱的时候是热恋期吧，我感觉时间长了，可能平淡一点了吧。而且你能看出来吧，他是一个就这种很慢很慢的，就是那种特别淡的人。他是淡人还是对你淡啊？他这人就这样，但是谈着很累，我跟他这样谈。但是你刚才不是说网恋的时候他能说会道吗？对呀，但是当时我后面问他，他就说，那我在手机上会说呀，你让现实生活中我就不会说了。那你俩还谈网恋得了？对呀。我现在就说别谈了，回谈网恋，别见了。不回，不回。行，你刚才这个小片中说经济、精神上双重负担哈。先说经济，我们听听有什么负担。就是他是从青岛去成都陪我嘛，因为他是那个陪练，他只要有台电脑哪儿都能做，然后我要在那边工作。我现在就属于是刚步入职场，我其实一个月就是实习期嘛，一个月工资很低，然后每个月的房租、水电。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。当时他叫我来成都陪他，他说他一个人也是住，两个人也是住，他家里给他付房租吧，说也不用我出啥的，然后叫我来成都陪他，然后现在又出尔反尔了。你不是游戏陪练吗？没收入吗？我一个月也能挣个4、5千、5、6千吧。那你还不主动分担一些？他也没给我花呀。我本来压力就很大，没什么钱，我现在连化妆品有的时候衣服我都不舍得买。你每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我一个月也就3、4千块钱实习期，我还没转正，还没他挣得多。对，他每天那个就打那个破游戏，我也不知道20好几的人了有什么好打的。主要是游戏陪练赚钱呢。但是老师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是作为一个兼职，哪有人当个正经事主业去做？他又没有稳定的工作。不是，咱先说他一个月真的能挣5、6千吗？我咋知道？反正没在我这儿，我也没看见过他的钱。我在家吧，一天点外卖，加上买烟，加上点个奶茶了，点个水果了，一天就得100多块钱。一天光自己吃就100多。就是我俩吧，差不多。哦，他有的时候也没有给我点啊，我在公司里我自己吃饭啊，而且他属于可能当天给他结了，就100块钱、200块钱，他第二天就花完了，他根本就存不住，又不是那种固定一下子发几千块钱工资。他之前是真没钱了，他手里可能1分钱没了，他去问他朋友借了2000块钱，结果过了2天，钱没了，他让我给他付个什么外卖，说让我代付，我说你钱呢？我一看没了，我说你2000块钱干啥了？我把他手机抢过来，我要看他花哪去了，2000块钱2天全买进彩票去了，1分没剩。不想让他跟我过苦日子嘛，我就想去赌一手嘛。他把那个2000块钱全买进去彩票了。那他不就没钱吃饭了吗？不用我来付了吗？他不反而就给我增加负担了吗？又得打份工。对啊，甚至我有的时候晚上下班了，我还要做点兼职，什么当个客服啊，什么回消息，就赚的80、100的，补贴家用。我也不容易啊，确实不容易。对啊，有没有劝过他呀？男生说你找个稳定的正常的工作，他不干，我劝了，我说你哪怕一个月赚3000，你回来当个兼职，你愿意玩你玩吧，不干，经济给不了我就算了吧，情绪价值陪伴，我觉得这是谈恋爱最基础的吧。也没有啊。你知道吗，老师，我真的算过，我跟他有8个小时的时差。我去上班了，他可能刚睡着。OK， 我去上班，下班了，人家什么同事、男朋友来接下班，又慰问一下累不累呀？我又没有消息，我一回家打开门还在睡。你说我能不无语？我能不生气吗？2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零交流。我们这个行业吧，就是客户闲下来了才会找我们去打吧，人家可能白天或者下午也可能要上班吧，
他们找我一般都是晚上，我做游戏代打就是从下午或者晚上一打到早上，我一做10几个小时，肯定也累啊，我也在努力啊。理解理解。那你有想过说我尽量的平衡，或者抽出一些时间来陪陪女朋友吗？有那么几次吧。他根本就没想过，他就在想我跟他沟通，他又不说，他又不跟我沟通，他天天说，我说你跟我聊一聊，咱俩聊聊。咱俩就是，我觉得这样谈不行。你哪怕你每天晚上抽出来1个小时到2个小时时间，你陪我吃顿饭，不行，没时间，1个小时都没有。我打游戏没时间。哎，你俩网恋的时候，他有时间陪你吗？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打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可以把手机立在电脑旁边，就是跟我打视频啊。他觉得那游戏一把可能有那么几秒钟的复活时间。他都可以过来跟我说2句话，他现在都不行了。我不是现在陪在你身边吗？你陪在我身边，咱俩人就跟个挂件一样，你在这干啥？还不如回谈网恋呢。但是以前他是能够陪你说上几句话的，对吗？对啊，他其实就是现在没有对我那么上心了。哎，他不和你聊天，那他现在还有这种客户啊什么，他会跟他们聊天吗？会呀！天哪，跟那女客户啊，就跟人家发那种暧昧表情包，我都没见过。他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给别人提供。我有聊天记录啊，老师，来看一下。给你一个超大的什么？给你一个超大的爱，给我都没发过。然后他说什么为了是赚女客户的钱，那为啥把钱退给人家啊？说给人家免单，那就是大气。培养长期客户是吧？我在维护客户吧。哎呀，那你不是挺会聊的吗？还给你一个大大的爱，你咋不给你女朋友一个大大的爱呀？他根本就不上心。是不是现在你也不打游戏了？对，我现在上班，我也没空打了。哎，你回应一下吧，男生，你这那淡的都没了，就这样，他在家跟我吵架也这样。我感觉我从青岛来陪他吧，已经在他身边了。等他下班回来，我们就是见几面吧，我感觉挺好的了。你听他刚才用那词了吗？说你在他身边就跟一个挂件一样，一点沟通都没有。是你飞过来陪他，这个挺重要的，陪伴很重要，但是陪伴他也得有质量吧？对呀。为啥你就不愿意说话？是你说完话他跟你是不好的呼应，还是什么原因？还是像他说的你没有热情，没有兴趣了，就淡了？就来敷衍都懒得敷衍我。对，你是哪个呀？我就是性格就是这样吧，比较不会表达吧，只会在网上表达。但是我刚才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你看，对他不利的，他过度的内向。对你有利的，你不是不会说，甭管内不内向，至少跟女客户聊挺好。那你俩在手机上也聊一聊，他上班的时候你关心一下，宝贝儿，给你一个大大的爱，你上班顺利吗？这些会吗？他去上班了吧？我一般就是没醒。哎呀，我的天呀，这恋爱还怎么谈呀？没招了。我一般工作就工作到早上吧，早上睡觉一般就是下午或者晚上醒了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那你要不然再多打2局呢？早晨你女朋友上班之前，你给人做个早饭呢？然后你再睡呢？有想过吗？没见过，反正。为啥不能做呢？你说也不会说，做也不会做吗？你还爱他吗？爱呀。爱他什么？爱他的全部吧。我的天，你用什么行动来证明你爱他？就是感觉陪在他身边吧。哎呀，你从头到尾就这一句，我陪着你就行了，就不会说。那你给他拍个照片，挂到家里边，你留着他拍个照片，挂在那儿纪念一下就行了。你留着他人干什么呀？但我确实还。
对他肯定还有感情嘛。啥感情啊？他不就一照片吗？一挂件吗？哎，我不知道该咋说。哎，那你陪你出去玩过吗？有，就是出去过。他出去，你不知道为啥出去吗？我好说歹说，哪怕我说你今天晚上别打这个游戏了，我给你转这个钱，你陪我，行，好说歹说陪我出去了，出去干啥？换个地方玩手机，我还是不理你。我带她跟我闺蜜还有她男朋友，我们4个人出去，人家去唱 K 啥的呀，人唱歌唱的可好了，人家男朋友跟他女朋友也互动的很好，他坐在旁边玩手机，躺着打游戏，打手机游戏，没有电脑了打手机游戏。为啥你不跟他们一起玩啊？我不会表达呀，我也不认识她们，她闺蜜和她男朋友。见了不就认识了吗？我就是跟陌生人说不上话来吧。哎呀，我服了，这男生可咋办呢？有什么事儿是让你最崩溃的吗？女生有，他前段时间回青岛了，因为要给他哥哥办婚礼，他要操办婚礼嘛。他回去那3天，我俩的微信就是跟留言板一样，没有什么对话啊，就是吃了睡了晚安，就是留言板，没有沟通。然后他要回来了，好不容易说忙完了，我说行，那回来吧，因为我之前答应他了，我说那你回来我给你买机票，我给你攒下来的钱，我给你买张机票，买了。他瞎弄，我不知道他弄啥了啊！说是什么误点的，要升舱又没花钱，然后人家航空公司就说，那你的机位就没了，这张机票就变成无效机票了。那我当时我说咋回事啊？为啥变成无效机票了？然后我又给他重新花了钱，我只能重新花钱，因为要么就是你加钱升舱，要么就是你退掉还有手续费。那我就只能退掉，然后又重新给他花了1半的钱，给他买了张机票，相当于我2倍买了一张机票。为啥要给他买啊？因为我当时可能也是心疼他吧，他说他没钱了，然后说坐个廉价航空回来吧，便宜几百块。我说哎，咱不坐廉价航空，我也是心疼他呀当时，然后我就给他买了。但是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怪他，我说那你哄哄我吧，因为我很委屈啊，我多花了1半的钱给你买了张机票，我说你哄哄我，不理我，不回我消息，打电话嘻嘻哈哈的跟他兄弟在外面吃火锅喝酒。我在家里吃10块钱一顿的外卖，我一下午给他打客服打航空公司电话，就帮他问这个机票的事儿，我还要上班，我快累死了。你活该呗！我当时快委屈死了，然后他在外面喝酒，你不觉得你活该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反差又很大？你看他是内向的，不善言辞的，结果你看他和朋友在嘻嘻哈哈喝酒，他是善于在网上通过屏幕和别人聊天的，他结果和你屏幕上一句安慰话都没有，是不是一个反差？我就觉得他现在肯定就不喜欢我了呀。对，所以说嘛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他来到我们这儿都一句话不解释，哎，你为什么一句都不说呀？他要和你分手了，你再不解释，人家走了。那我从小性格就这样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所以他要分手也没办法，分就分吧，是这意思吗？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的问题是，你的性格你也不愿意调整，他受不了了，他说分手就分吧。那我也没办法。你同意？同意吧。女生她说同意分手了，你什么感受？但是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付出的很多呀。啊，你又舍不得分手了？不是，我在他这就是很委屈啊。那这委屈怎么办呀？我就觉得他哪怕就是抽出一点点时间陪陪我，我都愿意。你好好一个姑娘，咱正正常谈恋爱，彼此陪伴不好吗？你就是舍不得他，你舍不得他什么？你跟我们说清楚，我们劝他。因为我俩在一起就是虽然没有很久吧，但是就我有点习惯他了，习惯他不说话，习惯他折磨你，我习惯身边有这个人了。哎，如果换一种方式，他适合用屏幕和别人交流聊天，那从此以后你们2个人用屏幕聊，哪怕面对面，你也发微信聊，男生可以吧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那跟空气有啥区别啊？对嘛？但是现在的事实是，你在他身边就是空气嘛。所以女生，你看人家同意分手了，你这反而舍不得了哈，习惯了是吧？哎，他俩这你们觉得分得开吗？我想给这个女嘉宾一句话啊，在我的恋爱观里面，我的钱花在哪儿，我的爱就在哪里。其实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，但是挂件可能是做不到陪伴的。人家说了2点啊，一，他没觉得你男朋友陪伴你啊，只是个挂件；2，你男朋友不给你花钱，就不爱你，因为爱你就会把钱花在爱上，是吧？那这位先生，您那30万在哪儿呢？
你知道他说话也不给自己留后路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所以他不是努力往回要呢吗？哎，你每个月要回来4000给现任吗？给他花，会给他花啊，会给他会给你花吗？会啊，所以他的爱基本上现在还都是，反正钱是给你花的是吧？身体力行了呀。我过去爱他，所以我30万花他身上，现在花你身上。对，现在我爱现任，我就花现任身上。我觉得男孩子太没有上进心了，我觉得他俩真的不合适。行吧，老师们给一些建议吧。走不进对方的内心。我觉得这不是你们2个人唯一一对儿的问题，这是很多谈恋爱的年轻人会面对的问题，因为你们真的就是网络时代的原生代。网络时代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，飞断了和你之间曾经建立连接那种方式之后，你们的线下社交还会有其他的伙伴吗？所以是要陪着他慢慢建立起线下社交的能力，当然这取决于你们2个人愿意还是不愿意。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解决它，解决不了再说放弃。其实说实话，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啊，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确实是有情感连接的。我觉得这个男生不是说就因为烦你不喜欢你不理你，他还真的是没有能力理你。就可能他最初也尝试着我奔现了来到你身边，就做了很大努力。他为什么老提这个呀？我觉得我来了，我陪着就是爱你的表现，这是他的真心话。但他真的遇到一个真的活生生的你，很鲜活的你的时候，一他不擅长，二我认为他也没有收到一个正面的能够鼓励他的回馈。你看，其实你整场都非常的急躁，他本来就不会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社交，对吧？这个你承认的、认可的哈。他在面对一个这么鲜活的、有锋芒的一个沟通模式，他就像那个蜗牛一样，他就缩回去了。原来还是试探的伸着个头，伸触角，看能不能咱俩这触角贴到一起。他现在就缩回去了。所以他每一次说的，我觉得是真实的。他就说我来找你其实是做好打算的，我现在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，你告诉我不需要我付房租水电我才敢来。你要说你来了得付房租水电，我就得考虑这个网恋奔不奔现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。当然他挣多少花多少，甚至买彩票，这些行为不值得鼓励，是不好的。但是他真的不是因为不喜欢你不舍得给你花钱，他没能力。我觉得你应该从虚拟世界里多少走出来一些。如果你不走出现实生活，那我觉得你未来可能要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交流了。你把自己封闭在那一个小小的虚拟世界当中，真的就是你应该拥有的快乐吗？或者你快乐吗？我觉得这么一活生生的女朋友爱你在意你，恨铁不成钢，你多少为之努力一下，这才是鲜活的活着呀。干嘛让自己形容枯槁呢？你能站出来吗？你能从那个虚拟的小角落里边，那个壳里边走出来，试探着感受一下这个丰富的世界吗？现实世界能吗？我尽量吧。好，你现在就尽量给我看，你跟他说几句话，说一下对他正面的情感的回应。来，你说。我以后打游戏嘛，就白天去打，然后打到你下班，
周六周日就不打了，就你休班了，我就陪你出去玩，陪你出去吃饭啥的。我醒了就会给你做饭什么的。他以前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从来没有。但我也有一点相信，这个男生他能够说到做到，至少去尝试着做，是吧？不要步子迈得太大，慢慢来。我刚才说的是，有没有什么和他情感沟通的方式，正向的情感？你直接说了怎么做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现在还想多听一点情感的表达，能听明白吗？就是你有多喜欢他。对，来正面的。你看姑娘也喜欢他啊，姑娘就对方一抱，自己赶紧紧紧的回抱。姑娘，你也给他个积极的回应呗。他说了，他要努力去改去做。哎呦，你也只会抱了啊！好了好了，就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啊，你对男朋友的要求竟然如此之低。对。然后他竟然还没做到，然后你竟然还舍不得。对，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女的能接受他的。那你为啥一直留下来呢？我说我包容性都这么高了，你还是做不到我的要求。我觉得是因为你就相信他，其实心里是在意你的，只是不会。我知道他对我多少还有点感情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喜欢我了。但是我每次问他，他就说我有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说有。然后再逼问他，再逼问他就不说了，说哎你别说了就有。然后旁人问他，他说没有办法。来，咱们再迈出第二步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好不好？你先告诉我你爱他吗？爱。好，那你对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相处，你觉得对他有愧疚吗？有。好，那现在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之前是我没承担起作为一个男朋友的责任，是我不好。之前是我没有承担起一个做男朋友的责任，是我不好。应该给的陪伴也没给到，是我不好。应该给的陪伴也没给到，是我不好。接下来，我可能会去努力找一份工作。接下来我会去努力去找一份工作。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是爷们儿吧？是。说话算数吧？这话就先帮你到这儿了。对，我们都疑问，这话代表你的心声吗？你自己今天坦诚的说，是爷们儿吗？是，能不能说到做到？能，是不是爷们儿？是，能说到做到吗？能，心里还是有数的。就先帮你到这儿了啊！是爷们儿，说话也算数。男生肯定是性格内向，甚至还有一些社交焦虑。能在网上聊天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组织语言，有那个时间的一个缓差。面对面的沟通需要很多的这个信息啊，即时的表情啊、语气啊、肢体动作等等，他不擅长，这是他特点，你了解的，这是可以接受的，对吧？他再多改一点，我觉得。哦，那就不能接受，因为和一开始那网上那沟通的感受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拼凑体，它是一个线上男友、线下室友的这么一个拼凑体。对。他无法把这两个整合成一个，如果是一个的话，你欣然接受，对吧？但你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其实原因跟他的性格有关，但也不是强相关。他只是把自己这个性格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标签儿。他在隐藏什么？他内心的自卑。他其实很渴望亲密关系的，那些网上说的话不是假的，但是在真实面对面交流的时候，他就会担心你发现最真实的他。他收入并不稳定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好，所以他会躲你。那个8小时时差，你们之间的真是那样吗？他背后是故意的这么做的，他怕被你发现真实他之后，你就会失望，你就会走。可是你很累啊，他这么逃避现实，你是在熬着呀。你既扛住了现实的压力，对不对？你得出去挣钱啊，有稳定的收入啊，然后你还得教他恋爱的话术啊，你好累啊。所以你到底图什么？你图你可以掌控他，你可以改变他吗？几位老师可以教他说话，但是能让他有一个时刻你一定是受不了，你一定会走。但如果让他在里面舒服的时间太长的话，那不就是让他青春荒废了吗？你揪他出来说去打工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稳定的工作，他出不来，因为你爱我呀，所以你得保护我呀，你帮我扛那些现实压力呢。因为你说的呀，水电费你不用我交的呀。与其说他是奔赴于你，不如说是找那个令他更舒服的一个环境而已。离开他应该也能
帮助到你自己，因为你如此之付出，你会很累，你也不知道图什么，会很迷茫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但是你的沉没成本会一点点的积累，让你更走不出来。当断不断，必然自乱。听完徐飞老师说，我有点倒戈了，我也觉得好难。但是至于是你们继续相处还是分开，还是要你们自己决定啊。好，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，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。请回。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，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的公众号、视频号，和我们取得联系。那我们是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的，小心受骗。欢迎通过金源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欢迎登录腾讯视频、优酷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，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对情侣，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我认为这一对情侣分手是他们最好的选择，还真是啊，真的。主要是于老师说的对，太乱了这关系啊。我认为于老师和徐老师说的对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干脆就剪断了得了。请开门。不要出来啊！没了。这算是一个相对好的结果哈。好，希望他们各自还是从上一段感情中找到一些经验和教训吧啊！下次希望能遇到的是好的爱情。那这一对小情侣呢？我们还真是希望他们能再走一走。不好说啊，男生回避型有可能。但您刚才教他的方式很好，他也非常坦诚的讲了。但是在生活当中一直教下去吗？但是女生这样太累了。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把它全部掰开了，说透了，他明白了，所以他们就应该分开了。因为在一起确实太累了哈。来，也希望每个年轻人其实都能袒露心扉哈，能够真诚相爱，面对面的相爱，而不是网络上的这种交流。好，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哎呦，也没了。哎呀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作为一个回避型，能先上台就已经难得了，下去大概率就先走。终究这个爱情还是两个人面对面要谈，终究生活还是两个人面对面要过真实的日子。网上的一些情感它也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奔现之后还需要我们付出身体力行去好好相爱。感谢老师们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